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民。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要说的话题是：一方面有联合盟友联合访华，另一方面又想要中国帮忙。美国正在走向精神分裂。美国总统拜登正式进入白宫执政已经达到100天。在这100天之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层出不穷，既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税，对中国高科技的企业进行技术禁运这些政策，又改变了一些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伤害盟友的一些做法，试图通过拉拢盟友，打造一个反华包围圈，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围剿中国。但是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首先消灭了疫情，控制了疫情，率先恢复了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国家仍然陷在疫情的泥潭里面无法自拔。随着印度和越南这些供应链替代国纷纷停工停产，中国成为了大宗工业品唯一靠谱的生产国。美国试图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供应链的做法又遭到了失败。给中国产品加税，买单的是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科技禁运，加速了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和自研。派军机和军舰在中国周边自由航行根本没有什么效果。除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印度等少数几个铁杆在政治上呼应美国，大部分国家都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陷入黔驴技穷的境地。更可笑的是美国似乎正在走向精神分裂。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假。美国总统拜登6月6号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题为我的亚洲之行是为了团结民主国家这么一个评论文章，阐述了他即将进行的欧洲之行和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的会晤的计划以及议程。在文章中指出他认为美国必须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拜登说，要增强民主国家应对不可预知事件的能力，就必须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这也是美国正在国内做的事情。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也将提供一个高标准的替代中国的方案，来升级实体、数字、卫生基础设施，使之更具韧性，能够支持全球发展。拜登将与欧盟讨论如何加强密切的合作，保证由民主国家而非中国或其他国家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好一个必须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大概是忘了今年4月初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对话了吧。王毅外长明确指出，中方不认可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也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同中国对话。中国是包括整个欧盟在内的世界上的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和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领域想排除中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在疫情之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大规模生产工业品的国家，没有中国工业品的支持，西方国家如何抗议再让我们看看美国乙。美国财长耶伦近日发表讲话，说部分 G7 国家担忧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美国正在寻求 G20 国家的支持，后者占全球 GDP 的份额很高。耶伦对于美国大规模补贴以后造成的通货膨胀，硬撑着说美国可以在维持财政赤字的同时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更是个笑话了。G20 国家里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不大幅下降就烧高香了，谁还有能力来支持世界？20国里面有19个国家都等着中国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想联合民主国家将中国排除在市场之外。美国甲或美国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一方面要联合盟友联合反华，另一方面又想要中国帮忙。目前看除了英加澳日印在政治上和美国走近以外，其他国家大部分都和美国保持距离，避免选边站。即使是美加澳日印也和中国保持着贸易关系，不会彻底翻脸。对于中国来说，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将会面对美国更加疯狂和不可理喻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分化美国的盟友，稳扎稳打，就必然能够取得胜利。美国的政策是逆潮流而行，必然失败。好，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